前几天打开小红书的时候，刷到了一条动态。这条动态说的是陈坤老师发起的“行走的力量”正在招募，应该是志愿者吧，反正是招募同行的人。然后呢，可以去官方报名的地方填写相应的表格，然后等待招募的后续进度。我当时有点激动，我就立即跑去了填写表格的那个地方，然后打开表格，然后一路填下去，直到填到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停住了，因为它最后一个问题是，就是希望填写这份表格的人能够写出20个我是什么样子的。我当时其实也没有害怕这个问题，然后我就开始想，那20个我是什么样子的呢？一方面我在自己想，另外一方面呢，我去问我的 ChatGPT，因为其实我把很多我的面相都告诉他了，我想让他帮我总结一下我的这些面相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他给了一个他的版本，但是我自己觉得看起来这个人太完美了，完美到一点瑕疵都没有。然后呢，我决定自己去改写，我就增加了一些可能听起来很狼狈，但是却很真实的我自己，也算是凑够了20条吧。但是这最后一个问题的20个我的版本，我已经准备好了。可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去把那份表格给提交，因为它的日期确实有点尴尬，就是需要花15天的时间在山里面。虽然说这么多报名的人数，他们只抽选6个人吧，我几乎没有可能成为那6个人之一。但是在提交这份表格之前，我还是犹豫了。我也不知道阻碍我提交的那些东西是什么，但至少最后一道问题，也就是思考20个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这里我确实花了一些时间去总结我对于我的印象。接下来呢，我就想把其中的一些点放在今天的这条音频里。这20个我，其实我最终写出了21个我，但是我不可能在这条音频里面把21个我全部都说出来。那我挑哪几条呢？首先，我想挑的第一条是，其实我是一个非常需要自由，但是同时得到了足够多的自由之后，我的方向会变得模糊的一个人。就从小到大，我是非常抗拒别人替我去想象我的人生，想象我的未来的。包括当我有了一定的机会去选择我的学校，选择去哪一所城市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自己去做决定的。哪怕说家人可能会希望我留在他们身边，
或者是怎样的要求去让我留下来，但我最终还是跟随着我自己的想法走了。但是在那之后呢，我得到的更多自由是，他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我的人生，他们是没办法干涉的。于是我就会有了更多的自由去决定我的人生该往哪里走。但是对于一个生活在信息比较贫瘠的圈子里的人，当他得到了这些自由之后，他其实并没有前置的信息去决定我要从这些自由当中趟出一条怎样的路来。所以他就一路随着自己的好奇心，随着自己的兴趣走啊走啊，然后他就发现前面路好多呀，我该怎么走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也确实是其中的一部分的我。然后我想要跳出来的第二个我是，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相信自己的判断，但是也会突然怀疑自己的人。就很多事情上，我是有非常强的直觉的，甚至当所有人都不理解我的时候，我也敢往前冲。包括我身边最亲近我的朋友，当他们也觉得我做某个决定不 OK 的时候，我依然选择往前走。在非常相信自己的直觉的另外一个反面就是，当我的生活中或者工作中或者什么时候，如果有人批判我，或者是我做什么事情遇到了失败，又或者是做什么事情拿不到预期的结果，我就会开始审判自己，开始骂自己。那个时候，我好像就站在我的对面，我可以对他说任何不好听的话，就有点像是爱我和批判我是硬币的正反两面，因为硬币的正反两面都是硬币嘛，所以爱我和批判我都是我。我想跳出来的第三个我是，我是一个很会拖延、很会赶 deadline 的人。就不管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要、多么着急，我都可能在这件事情开始之前尽可能的拖延。但是很奇怪的是，我每次都能在 deadline 来临之前把这件事情给做好，几乎每一次，而且还能做到质量还不错的程度。我就非常不理解这样状态下的自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仿佛每一次我遇到某些任务的时候，即便我不知道任务内容是什么，我都可以在脑海里面预测到，哎，好像这次任务蛮简单的，所以我可以拖延一下，等到差不多的某个时间点，就开始去赶工。赶工完了之后，交差完了之后，有一个不算太差的结果，我就觉得我这一次赶 deadline 是还蛮不错的。
虽然我很讨厌这样的自己，但是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去改掉这样的一个缺点。接下来我想挑出来的另外一个我其实是一个兴趣增长的比时间流逝快很多很多很多的人。就是我想学的东西，想做的东西，想去的地方，可能比一天24小时可以想象的还要多得多得多。就我总觉得我的人生有非常多的可能性，我觉得很多事情都非常的有趣，我觉得很多事情都非常的好玩。但很困扰我的一点就是，我的时间是有限的，我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我到底要在具体的某个时间段把这些时间和这些精力先给谁呢？先去做什么事儿呢？这是我会花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的事情。但又有很奇怪的一点是，我的脑子非常的清楚，当我在不同的任务当中轮流切换的时候，哪一个任务做到哪儿了，我都知道。哪怕我不用做笔记，我不会写便签，我都能清楚我的每一个任务，这个做到哪儿了，那个又做到哪儿了。就是在任务之间轮流切换的时候，我总能够接上某个任务断掉的地方，这是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个地方。接下来我想要跳出的一个点是，我其实是一个不太擅长安心的待在某个既定轨道的人。一到某个时间点，我就会想着要逃跑。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当时所在的环境让我觉得没有意义，让我觉得失去了自由，让我觉得过得不开心，又或者是怎样。但是每当我觉得没有意思、没有自由、受到限制的时候，我就会去寻找下一个路口，或者说寻找另外一个出口。我会尝试换工作、换方向，或者是开启新的一些项目。我想把我从那个熟悉的旧有的系统当中给挪出来。就是我总觉得我待着的那个房间里面，也许是待的时间久了，我就会想去看看旁边有没有门呐、有没有窗户啊，或者自己能不能凿开一个洞呀，我就想跳出去。我不想老待在那个格子间里，我不想老待在那个房间里。但是其实我又是一个非常喜欢安定的人，因为安定下来会让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矛盾就在这儿，当我太长时间的待在某个环境或者某个系统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是时候跳出去了。接下来我想要跳出来的另一个我是一个对很多所谓的默认规则都忍不住
进一步追问为什么的人。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比如说某些关系就得是这样维持的，某些工作就得是这样做的，某些产品就得这样为用户做决定。就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唱反调的人，但是我一直会在想，或者是我一直能够看到有别的更好的选择。就是说，如果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为什么非得是这样呢？其实我不清楚，我看到的所谓的更好的选择，是不是只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有的时候你的想法并不代表大众的想法嘛。如果我所看到的更好的选择只是我自己的观点的话，那我会不会陷入一种境地，是说我只在乎自己的想法，我只 care 自己怎么想？这种可能性是我没有办法确定的。但是每当到了我爱对某人规则追问为什么的时候，我就会显得有点过度认真了。甚至有时候我会觉得，过度认真的自己真的很像一个找茬儿的人。就是可能在别人看来会觉得，哇，这个人好麻烦呀。虽然我是无意为之，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这个样子呀。接下来我还想挑出的一个我其实是一个很独立，也因此不太擅长求助的人。就不管是尝试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我的默认动作都是我先自己去探索，先自己去做。遇到墙了，或者是怎样了，我还是想要自己尝试着找出口，想要靠自己腾出一条路来。就可能等到别人问我需不需要帮忙的时候，我可能已经在我自己 solo 行动的那样子的状态当中，折腾了很久很久。就我很多时候都觉得，如果有些事情不靠你自己去搞明白的话，你总是要靠身边的人、身边的环境的话，那你是不是一直都在被他们推着走呢？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显得自己推着自己走是一种很安全的选择，但别人或环境或人脉或关系推着自己走就不那么的安全。哎，你说这种想法怪不怪呀？这个安全与不安全到底是怎么判断的呀？我真的不清楚。我已经忘记刚刚跳出来多少个我了，但是因为这份音频已经录了将近19分钟，哦，将近20分钟了。我最后想总结一点，就是说，其实我是一个身上存在着非常多、非常多的矛盾的人。像我刚刚举出来的一些例子，就是有点像是一个既有着正面，又有着反面的人。我就觉得这样的人，其实怎么说呢？只能说，现在别人看到的我的样子，大概就是这些互相拉扯的东西，暂时形成的形状吧。
就是以前我非常的想活成水一样的人，但是现在我发现，虽然我被那些互相拉扯的东西形成了一个没有固定形状的模样，但是它其实一点也不像水，因为水是温柔的，但是我看起来是有一点，就是有点坚硬的，没那么柔软的一个人吧。以及我是一个在年龄的增长当中，或者说在事情经历了越多之后，会不断更新、不断生长的人。我会发觉很多东西，就是当你过了某段时间，或者是经历了某些事情之后，你会觉得你的很多想法，或者是对待某些事物的态度就都变了，就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所以我觉得我的 N 多个我并不是固定的，他们是随着时间变化，随着年龄更新迭代的，甚至是随着经历不断生长的，或者说不断生成的。所以我也挺期待，如果我这些 voice notes 更新了100条，更新了200条，更新了300条，甚至是500条之后，我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虽然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我能够录制300条，甚至是500条音频，但是我觉得可以先留一个小小的梦想。假如我真的做到了，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呢？会是一件什么样子的事件，或者说奇迹？Anyway，不知道，等待未来揭晓吧。